开头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优秀的交易员在市场里展现出最真实的情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们到底在进行什么样的金融商品交易呢？没错，你猜对了，就是加密货币里的永续合约，简称合约。随着比特币在今年8月突破历史新高，冲上12万美元，再加上媒体大肆报道，许多从来没接触过加密货币的朋友也开始关注，甚至加入这个市场。而在这当中，合约交易往往是新人最一开始会接触到的项目，因为它非常的吸金，也非常的博眼球，一天几千几万美元在输赢，这也是各大社群演算法最容易推播让你看到的。但你真的懂合约的规则吗？你是否尝试过网络上这些优秀交易员分享的进出场策略，却在价格未达到停损停利的过程中爆仓了？这可能不是策略的问题，而是你没有好好理解合约其中的规则以及可承担的风险。上述这些都是合约必须了解的相关规则。今天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聊一聊合约这件事，同时也会分享一些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实际运用的方法。在每个章节的开头，我都会加上时间标记，这样需要的朋友就能快速跳到自己想看的部分。在规则的说明上，我会用 OKX 交易所的界面来实现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到主题。进入到 OKX 界面，点选左上角的交易，我们可以看到现货、期权以及合约。在加密货币市场的交易大致可以分成这3种。第一种是现货，这个最直白，就是你直接买卖实际的资产。譬如你买入了一档股票，或者在加密市场里买入了一颗比特币，那就是现货。简单理解，现货就是货真的在你手上，并且你可以拿它来进行运用，无论是转移或是支付，就是实打实的拥有它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期权。它跟我们所知的期货不一样，虽然都可以使用杠杆，但期货是一定要履约，而期权则是给你一个选择权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有权利在某个到期日用约定的价格买入或者卖出一种资产。但是重点来了，你有权利，却没有义务一定要执行。举个例子，就像你今天花一点点钱买了一张3个月后可以用9万美元买入一颗比特币的权利，等3个月后，如果比特币真的涨到12万，那你就大赚。但如果比特币跌到6万，你也可以选择不执行，最多就损失一开始付的权利金。这就是期权的魅力，你花小钱去换取未来一个可能赚很大的机会。但同时，期权也比期货更复杂，因为它还会牵涉到时间价值跟波动率。既然这么复杂，那这个市场谁在玩期权？这里大致区分3类。第一类，机构投资者，他们用期权来对冲风险，比如手上有很多比特币现货，怕跌就买看跌期权来保护自己。第二类，大户、巨鲸，他们用期权做策略交易，例如设计复杂的组合，同时买看涨期权，卖看跌期权，去赚市场波动的钱。第三类，投机玩家，少部分的小散户也会用很小的钱买期权搏一把，因为期权最大的好处是最多只亏掉权利金，却有机会几10倍获利。总结，加密市场里的期权主要是专业玩家的游戏场，机构拿它来避险，大户用它来套利，散户顶多小额试水。第三种，也是今天的重点，合约。我们直接进入到合约界面。大部分的交易所在合约交易上通常都以 USDT 泰达币作为结算货币，我们称它为优本位合约。与期权一样，都可以使用杠杆，它的差别就在于没有到期日，想持仓多久就持仓多久。听起来很自由，对吧？但问题来了，既然它没有到期日，那怎么让合约的价格跟现货价格保持一致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合约与现货的价格通常不一样。比如说，你可能看到现货比特币现在是11万美元，但合约价格可能比它高一点或低一点。那合约没有到期日，价格要如何跟上现货？这里我们就引出了一个很关键的机制，叫做资金费率。资金费率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看到交易界面上的这个选项。简单讲，它就是多空之间互相付利息。比如说，如果合约的价格比现货高出很多，
那就代表市场上多单比较多。这时候交易所就会规定，多单必须付一笔资金费率给空单，借此鼓励大家去开空，让价格慢慢回到现货区间。反过来，如果空单太多，价格比现货低，那就会变成空单付给多单。所以资金费率其实就是一个平衡器，帮助合约跟现货脱钩的时候可以自动校正。那资金费率到底如何计算呢？其实每一家交易所的资金费率都不一样，它主要是根据自家平台上合约交易里多单和空单的比例来决定的。在正常情况下，资金费率都是每8个小时结算一次，时间点固定在香港时间的早上8点、下午4点，还有半夜0点。不过如果遇到市场极端行情，或者有新的币种刚上市，那么结算的时间和次数就可能会临时调整，甚至更频繁，让多单与空单在合约与现货市场里保持相对公平。来，我们举个例子，目前比特币的资金费率是正的 0.01%， 如果你用100U 保证金再开3倍杠杆，实际操作金额就变成300U。很多人这时候会疑惑，到底资金费率是按照最初的100U 算，还是放大后的300U 算？正确答案是300U。所以当结算时间到，你的单子还在场上没平仓，如果这300U是做多单，就要支付 0.03U 的资金费率。反过来，如果是做空单，那你就能收到 0.03U 的资金费率。而且这个费率当下就会直接结算到你的账户里，你也可以在交易明细里清楚看到。接着我们来看画面左边，这里有3个价格：指数价格、标记价格，以及在订单表中间最常见到的最新价格。它们看起来只差一点点，其实各自代表不同的意思。首先是指数价格，它是从多家现货交易所抓来的数据，算出加权平均后的结果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市场的公允价，这样一来就不会因为单一交易所的异常波动而影响到整体行情。在合约里，它的作用就是防止市场被操纵，并且维持交易公平。接着是标记价格，它的基础来自指数价格，但还会加上资金费率等因素。它的主要功能是计算未实现盈亏，并且避免你因为短时间的剧烈波动而被强制平仓。可以说，标记价格就像一个保护机制，帮助交易者更安全。最后是最新价格，这就是市场上最近一笔成交的价格，它最及时，能反映买卖双方的真实成交情况。但缺点是波动大，很容易受到市场情绪或短线下单的影响。一句话总结：买现货看指数价格，做合约交易主要看标记价格。如果你是要及时成交，像是高频或极短线交易，就要盯最新价格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刚踏入合约交易的新人最容易搞混的2个重点：杠杆以及交易手续费。在界面的右边可以看到，我目前可用的资金是1000U， 这就代表我的保证金只有1000，输完就没了。那么杠杆是怎么运作的呢？假设比特币现在1颗11万，如果我直接用1000U 买现货，当比特币涨到12万1000，共涨幅 10%， 那我就赚了100U， 也就是100美元。但如果我开了10倍杠杆，资金运用最大能到1万U， 等于我向交易所借了9000U， 同样的涨幅 10%， 这时我就能赚到1000U， 获利放大10倍。相反的，如果比特币从11万跌到9万9000，跌幅一样是 10%， 那我就会亏掉1000U， 直接被清算，也就是爆仓。因为我最初的保证金就只有1000U。当然，在保证金不足之前，交易所会提醒你补缴。这时我们可以透过界面上的加号来进行充值或划转。再举2个极端例子，一样是1000U 的保证金，如果我开20倍杠杆，在比特币11万的价位进场做多，只要比特币跌 5%， 我就会爆仓。那如果是50倍杠杆呢？观众朋友可以先想一想，答案就是只要跌 2% 就爆仓。再来，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，如果我把杠杆调整到50倍，那是不是一进场系统就会自动帮我开5万U 的仓位？答案是错的。要记住，杠杆只是一个最大可用额度，并不是强制你一定要开满。你完全可以把杠杆设到50倍，但只下3000U 的仓位。交易所计算清算点位时，是依照你实际下单的金额，不是用满额去算的。举个例子，设置50倍杠杆，但用3000U 开一个多单，在没有设停损的情况下，如果比特币下跌大约 33%， 你的账户才会被清算。所以当我们理解了杠杆的计算与风险，就能避免被网络上一些高杠杆的晒单绩效误导，也能更有效率地执行自己的交易计划。了解完杠杆后，我们就来聊聊交易手续费。
这是交易所最主要的收益来源。无论你是交易现货、期权、合约，甚至是价差策略，都一定会收取手续费。以 OKX 为例，在合约交易方面，挂单成交 Maker 手续费是 0.02%， 吃单成交 Taker 手续费是 0.05%。那么这个手续费到底如何计算呢？其实它跟资金费率的原理一样，是按照你杠杆放大后的最终仓位价值来计算的。举例，假设我有1000U 保证金，使用5倍杠杆，仓位价值就是5000U。如果我用吃单方式进场，手续费率是 0.05%， 那么我的进场手续费就是5000乘以 0.05% 等于 2.5U。接下来，如果这笔交易赚了 800U， 平仓时仓位价值变成 5800U， 平仓手续费就是 2.9U。如果这笔交易亏了 500U， 平仓时仓位价值变成 4500U， 平仓手续费就是 2.25U。所以结论是，进场和平仓都会收手续费，而且手续费不是固定不变的 2.5U， 而是依照平仓当下仓位的最终名义价值来计算。所以说，合约交易手续费就是我们最大的隐形成本。在这里也跟大家打个小广告，如果你对加密货币合约有兴趣，现在可以透过我介绍的 OKX 交易平台来进行注册，透过我的注册连结就能享有 20% 的手续费减免，长期交易下来就能为我们节省一笔可观的成本。同时，只要完成注册并符合条件，还能免费获得我频道提供的 TradingView 量化策略。在下一集，我会带大家一步步操作，教你如何用 TradingView 的量化策略直接对接到 OKX 交易平台，实现真正的全自动化交易。详细的注册连结及 TradingView 量化策略申请连结，我会放在底下描述栏内。最后，我们来聊聊在合约上常见的进出场方式，以及如何有效的做好风险控管。在界面的右边，我们可以看到仓位的选项，分为逐仓与全仓。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？假设我选择逐仓，并用 100U 的保证金开合约，那么清算风险就只会针对这 100U 来计算。如果我改成全仓，同样投入 100U 进场，清算计价却会以上方账户的全部保证金来计算。举例来说，我账户里有 1000U， 那清算就是以 1000U 为基准。如果账户里有 2000U， 那就是以 2000U 来计算，以此类推。所以逐仓就是独立计算，亏损只影响单一仓位；全仓则是共用保证金，能降低爆仓风险，但同时也会牵动整个账户资金。接着往下可以看到3种下单方式：限价委托、市价委托以及止盈止损。首先是限价委托，也就是挂单 Maker。 举例来说，如果我要做多，但觉得比特币现在的价格太高，可能会跌到11万再反弹，那我就可以输入11万这个理想价格，填入保证金数量，点选开多来执行。同时记得把止盈及止损打勾，输入停利与停损价格。还记得我们提到的指数价、标记价、最新价吗？在止损栏位这里，建议选择标记价格，能避免被瞬间的假波动扫掉。相反的，如果我要做空，认为比特币要涨到116000才会回调，一样输入理想价格，设置停利停损，最后点开空来执行。再来是市价委托，也就是吃单 Taker。 这个方式就非常直观，直接以最新一笔成交价来买卖。看到行情觉得会涨就立刻开多，觉得会跌就立刻开空。同样的，也可以设置止盈与止损来控制风险。有趣的问题来了，如果你之前有做过外汇保证金交易，会不会觉得这里少了一种常见的挂单方式？没错，就是突破单。在外汇市场，我们叫它 buy stop 或 sell stop。 举例来说，如果我认为比特币现在还在盘整，暂时不确定方向，但我愿意等到价格突破涨到121000时再进场做多，这时候如果我用限价单来挂121000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没错，挂单一成立就立刻成交，完全打乱原本的交易计划，而且很可能比最新成交价还买得更贵。那该怎么办？答案就是在市价委托旁边展开止盈止损，然后选择计划委托，这样我们就能设置真正的突破单。一句话总结，计划委托就是外汇里的 stop 单，懂这个就能更灵活地安排进场策略。接下来要进入本集最重要的章节，如何有效做好风险控管。或许你有遇过这些情况，明明停损距离都设好了，但还没到停损位置就被强制平仓，又或者用别人建议的停损点位，却完全不知道该下多少数量。如果你有这些困扰，那这一段一定要仔细听。在合约交易里，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我们能赚多少，而是最多能承受多少亏损。这就是风险管理的核心。每一次进场之前，你都必须先问自己，
如果行情不如预期，这一笔单我最多愿意输多少？这个答案会决定你的停损距离，也会决定你能开多大的仓位。记住，停损不是为了输钱，而是为了保护本金。因为只有活在市场上，才有下一次翻身的机会。很多新人进场，总是先想着都赚多少，却忘了控制风险，结果一两次爆仓就直接毕业。而真正的交易员靠的不是一次两次的暴利，而是长期稳定的活下来。那么该如何实际操作呢？我就用一个例子带你逐步拆解。假设我的账户里共有1000U 的保证金，我规划每一笔交易最多只能承受100U 的亏损，也就是说，即使连续输8次，我还能继续留在市场上。计算步骤很简单，一共分成3步。第一步，设置进场价与止损价。假设我要在11万进场做多，止损设在10万。第二步，计算停损距离，进场价减去止损价，11万减10万等于1万。第三步，计算下单数量，我最多能承受的亏损是100U，所以用100除以1万等于 0.01 BTC， 再将 0.01 乘以进场价11万，得到1100。最后在下单界面选择 USDT 单位，输入1100就能精准控制，这笔单即使被止损，也只会输掉100U。如果改成 BTC 单位下单，那就不用再乘以进场价，直接输入 0.01 BTC 就可以了。同样的逻辑也适用在做空。举例，如果我想在12万做空，止损设在12万8000，停损距离就是12万8000减去12万等于8000。接着用100除以8000等于 0.0125 BTC， 再乘以进场价12万，得到1500。所以在下单时，如果用 USDT 单位就输入1500，如果用 BTC 单位就输入 0.0125 BTC。 这样一来，无论涨跌，只要触发止损，我最多就只会亏损100U。至于停利，也就是盈亏比，就依照自己的目标价来设置。譬如这笔交易我希望的盈亏比是2倍，若这笔交易达到了止盈目标，我就可以赚到200U。一句话总结，进场前先想清楚愿意输多少，再决定下多少单，这就是风险管理的本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在合约交易中最常用的下单方式。希望这一集的内容能帮助到你，并且在实际操作时带来收获。如果你喜欢本集影片，请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花你5秒的时间点赞及分享。同时也非常欢迎你在下方留言，分享你对合约交易的想法及经验，也许你的留言会成为我下一集影片的主题。今天的频道就分享到这，感谢收看，指标与策略祝各位顺心，我们下次见。